蜘蛛侠纵横宇宙目前在全球都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，而这部电影的质量也是完全对得起这个数据。其中上百位蜘蛛侠的同台亮相，也是给观众带来了许多惊喜。唯一的槽点可能就是电影结尾戛然而止，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。但这绝对不是拒绝这部电影的理由。电影故事本身的丰富程度和精彩程度，肯定是能值回票价的。同样的，在这部电影中也隐藏了相当多的细节，而这些细节和彩蛋也能给人带来全新的观影体验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正片环节，找一找电影中的那些细节和彩蛋。电影以格温的视角开启了整部电影，在格温的旁白中，我们得知了他大概的经历，但这里请注意，格温的旁白分为了2段。在第一段打架子鼓时的旁白中，我们看到了许多后面剧情，比如两人倒挂着聊天时的片段，格温用蛛丝抓住迈尔斯的镜头，致敬拖臂版蜘蛛侠的画面，以及迈尔斯在火车上打斗的场景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画面。这些都表明了电影一开始格温就是在讲这部电影将要发生的故事，而这极有可能就是最后格温在召集自己的蜘蛛侠小队时所讲的故事。因为格温说自己想加入一支乐队，但一直碰不到合适的。等到格温组建完自己的小队后，他又说因为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乐队，所以自己组了一个，这样前后就刚好对上了。在格温的65号宇宙中，彼得·帕克因为渴望力量而变成了蜥蜴，但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，彼得并没有在滥杀无辜，而是有目标的。在场的人群中，他的攻击对象一直都是曾经欺负过自己的内德。当格温回到家后，他这时明明没有穿蜘蛛战衣，但他在玻璃上反射的画面却还是蜘蛛侠，说明此时的格温一直都是以蜘蛛侠的身份活着，没有活出自己的模样。这也刚好和结尾的画面相呼应，明明他是穿着蜘蛛衣的，但玻璃上反射的却是面具下的自己，这也表明格温已经蜕变，摆脱了蜘蛛侠身份的束缚。格温接到报警，穿上战衣抵达了现场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落地的姿势和其他人都不一样。这是因为格温是个芭蕾舞者，所以才会是这种脚尖点地，而他在之后与秃鹫的打斗中也依旧保持了舞者的优雅。穿越而来的秃鹫是电影中出现的第一个反派，他来自文艺复兴时期，而他的角色原型就来自于达芬奇手稿中的飞行器草图，所以在秃鹫扔出暗器时都有经典的达芬奇镜像文字。格温的父亲在发现蜘蛛侠就是自己女儿的时候，他身上的色调为一半蓝一半红，说明此时他正在亲情和职业操守之间疯狂挣扎。随后他的色调变成了全蓝，表明他在亲情和职业之间选择了后者，这也真切说明了他是一个好警察，所以格温在后面听到父亲辞职的消息后才会那么震惊。来到迈尔斯的1610宇宙，迈尔斯向我们讲述了他自从第一部成为蜘蛛侠到现在发生过的事。他在这期间抓获了不少反派，甚至还有闲工夫去当主持人，代言各种广告，比如这个爽身粉广告。而迈尔斯之所以会为一个爽身粉代言，则是因为在第一部中更有蜘蛛侠经验的彼得·毕帕克说了这样一句话 ：You're gonna want to use baby powder in the soup, heavy on the joints. You don't want any chafing, right?但好巧不巧，这家爽身粉公司很快就出现了某种问题。之后，身为代言人的迈尔斯只得公开道歉。这里我们注意他的这条道歉视频，播放量有1000万，但点赞数却只有87个。而更加离谱的是，点彩的数量竟高达6900万，说明很多人是根本没看视频，直接进来点彩的。随后，因为他露出来的胡子，他又发布了一条道歉视频。这条视频也和上一条一样惨不忍睹，点赞只有90个，点彩的有7000万，说明迈尔斯在民众眼中的形象真的是非常差。斑点来到了一家便利店，想在店里的 ATM 机上拿点钱用，但银行人员早已做好了防盗准备。再仔细看钱上的人像，是不是感觉从没在美超上见过这家伙？实际上，这里的人像就是年轻时的马克·巴克利，他就是迈尔斯·莫拉莱斯这个角色的创作者。迈尔斯在与斑点缠斗的过程中，收到了父亲的短信，于是立马回到了自己的宿舍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宿舍的墙上贴了一张真人海报，这张海报上的人就是韩国著名足球运动员孙兴敏。与此同时，还可以看到他的舍友正在玩着游戏漫威蜘蛛侠。之后他出门，在画面的左边也有一张真人海报，他叫做杰基·罗宾逊，是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球员，他的球衣号码正是电影中反复出现的42。在他去世25年后的1997年，美国棒球联赛宣布禁止其他人使用42这个数字作为球衣号码，以此纪念这位球员带来的历史意义。在迈尔斯的书包上，我们可以看到 BLM 这3个字母，这实际上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首字母缩写。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话，也不用我过多解释，你们懂的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由于这部电影的内容很多，无法在一期内全部讲完，所以敬请关注后续的相关视频。